今天咱给哥几个开开眼，看看这北境战神长什么样。见我真容的人都死了。一个谋反的阶下囚神气什么？吓唬谁呢？都头，不可！您忘了，圣上的密旨上写的清楚，此犯押解入京后，在太庙献俘大典上，由陛下亲自摘下此面具，再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当众斩首示众，以正皇威。谁要是先摘了这面具，那可是死罪，要掉脑袋的。这次队伍人多眼杂，万一……谁曾想昔日战功赫赫的镇北侯，如今落到这般田地。有埋伏！一起！末将已将大人亲属家眷接回北境老家安置，只是不能一路护送大人撤退。营地有他们的眼线，离开时间太久，恐怕他们会生疑。多谢，你们还活着很重要，比我活着都重要。劳烦诸军替我照顾好北辰军还活着的袍泽们。镇北侯今日已经死了，现在叫我季二郎。赵峰，臣在。自朕继位以来，旧党就不安分，今日还想在永宁郡主身上做文章。永宁不愧是兄长宁王的女儿，他竟混在一众罪眷之中，一起去了北境配军。你去看着他，但凡他想要回京，臣领命。另外，那个谋逆的镇北侯，3年前被一伙歹人劫走了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朕猜想他肯定还在边关，此行多加留意。3年前是朕大意了，这次若有线索，就地诛杀。镇北侯一日不除，我这皇位一日不稳。臣领命。钦差到，开城门。圣上开恩，改元大赦，轻罪者罪降一等。罪官女眷谋逆从犯妻女免死罪，不得归乡，另发配边关，配与戍边将士为妻，入军籍，永镇边塞。钦此。曾经亭台楼阁的高岭之花，如今竟成了待价可挂的女奴。不知宁王在天有灵，看到这一幕作何感想？可恨！你把头抬起来。哪里人？凉州本地人。什么时候入的伍？景治2年。大人，这是军中的花名册，你看要不要？没事，我大概是看错了，继续流程吧。是，大人。都听好了，按战功高低，一个一个上来选，被挑中的算你们有福气，没选上的即刻押去杂役营当洗衣服。被挑上，好歹还有间屋子住，去杂役营当洗衣服，我宁愿一头撞死。杂役营还不如教坊死。战功第一，百夫长季二郎。就是你，3年烽火台无一漏报。去年匈奴夜袭，你一个人守了半宿烽火，有点本事，去挑吧。我不需要女人。听见没？他说不要，这可是朝廷白给的女人，他不要。战功第一了不起啊！咱们想要还得排后面，他倒好，装什么清高？嘿嘿，季老二，你不要让给兄弟们呗，俺们不挑。放肆！圣上旨意配发妻室，你公然拒绝是要抗旨造反吗？并非抗旨，只是我家里连带寡母和幼弟幼妹，月饷刚够糊口温饱，养不起其他人。季二郎，你是战功第一，
朝廷配婚是对你的恩赏，你说不要就不要。王千户，别那么大火气。旁人都想着多领一个女人回去，你倒是实在。本官替你做主，就她了。钦差大人怎么挑中他了？他一路上都不跟人说话，被单独挑出来，准没好事。听说这儿的烽火塔都是4年前镇北侯带领北辰军亲自督建的，可惜镇北侯守了北境近10年，最后却不是死在匈奴刀下。你这些话传回京城，够你死3次。若镇北侯还在，你还敢站在这里这么跟我说话吗？他到底跟钦差大人说了什么？大人的脸色都变了，谁知道一路上装的跟闷葫芦似的，到了钦差大人面前倒会说话了。会说话有什么用？还不是配给了一个连女人都不要的军汉。把人领回去。可是这是军令，记住了，要是人跑了，你们一家脑袋搬家。知道了。把这个醉囚女眷配给季二郎，记录在册。是。北坡戍边营丁字第9户，领着你的人回去。跟上，去查一下这个季二郎。大人，您是怀疑？多嘴，让你查就去查。二郎回来了，这是朝廷配的。家里就那点米粮，小安和康康也正长身体，你老实跟娘说，这姑娘咱能养得起吗？朝廷硬塞的，推不掉。造孽，人家跟了咱们，怕是连顿饱饭都吃不上。姑娘，别在门口站着了，外头风大，进来暖和暖和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小安，打盆热水，康康热粥。姐姐你好漂亮，谢谢。姑娘怎么称呼？姓江。名字呢？我一个罪臣之女，名字不重要，大娘你叫我小江就好。那你们家还有别的人吗？就剩我一个了。姐姐你别难过，我家虽然穷，但我大哥很能打的。有人欺负你，他帮你打回去。你大哥打不过的人呢？就没有我大哥打不过的人。你怎么还杵那儿跟块木头一样？还不劈柴去？不碍事，缝2针就好。姑娘，你在家没洗过衣裳吧？没洗过。那你家里原先大娘以前的事不提了。你看，这样搓，省力不伤布料。也是苦了你了。我在京城等死的时候，比这苦。一次少报点儿。我没让你扶。喂，你左胳膊抬不起来，旧伤，箭伤，位置在肩筋，箭头入骨太深，伤了筋。你平时用右手代偿左肩，所以右肩比左肩低。你的左肩再不正经治，再过2年就废了。我有个方子，川山龙威灵仙，羌活毒活，加黄酒调成糊，敷3个冬天，能断根。比你用的川乌强，它能止疼，但也伤筋骨。再继续用下去，你整条左臂都得废。别用那种眼神看我，我不是心疼你，我只是受不了跟一个废人住在一个屋檐下，半夜翻身老哼哼唧唧，
吵得我睡不着。我今晚熬一副，放灶台上，你爱服不服？我巡夜去了，汤咸了，下次少放盐。不咸不咸，咸了就咸了，下次少放盐就是。凉州那边查出什么了？户籍册上有季二郎的名字，都对得上，但有个郎中，3年前在凉州城上接诊过一个重伤病人，贯穿伤，失血过半，治了2个月。谁送的？天黑送来的，看不清脸，只记得左肩有剑伤，旧伤。左肩旧剑伤，镇北侯在击退匈奴单于那场仗里，我记得被射出左肩。季百夫长，刀法不错，跟谁学的？自己琢磨的。来，咱们比划比划。钦差大人亲自下场切磋，被朝廷鹰犬盯上可不是什么好事。差半分就见了血，赵大人这是下死手。不对，你们看季老二的脚那一下，脚后跟在血上拧了半圈，那不是瞎躲的，那是算好分寸的躲法。左手抬不起来，他的左肩也有旧伤。大人，小的认输。他认输了。一个人守半宿烽火台的季老二，怎么连3刀都不挡？他不是不挡，是挡不了。赵大人专刺他左肩，季老二左肩有旧伤，营里老人都知道。他左手抬不过肩，拿什么挡？哼，回去吧。继续查凉州郎中那边，查他3年前送医时的接诊记录。我总感觉这个季二郎没有那么简单。你肩膀怎么了？比武比输了。全营都在传季百夫长被钦差3刀吓得跪地求饶。丢人跟丢命，我选丢人。堂堂战功第一的百夫长，连3刀都接不住，你这战功怎么来的？只是运气好？你说是就是。丢人跟丢命，你选丢人，那我呢？我被配给你这种闷木头算什么？算我活该。当年镇北侯一个人镇守边关，匈奴人连城墙都摸不到。同样都是姓季的，你跟他比，连他的零头都不到。你看什么看？我说错了。有本事你就接赵峰的刀，有本事就别跪，有本事就把左肩治好，让他刺过来的时候你能用左手挡回去。你昨晚熬的药，我会用。用不用是你的事，废不废也是你的事，我才不管你。凉了不能敷，药效走了一半，敷了跟没敷一样。你装睡？没装，被你吵醒了。你巡夜回来走路的声音比白天重，右脚先落地，左肩疼的时候重心偏右。你每次巡夜回来都这样，吵死了。把衣裳脱了。我说的是上衣，你穿着衣裳我怎么看伤？怎么，你身上有金子不能给人看？你放心，我对你身上那几两肉没兴趣。我只是不想给一个连伤都治不好的人当寡妇。敷一个冬天，能断根。你要是再忘了换药，我就不给你熬了。你这身伤，我懒得再看第2遍。大单于，北坡那边探过了，守军不到5000，城墙还是3年前的旧房，没有加固。凉州援军最快2天才能到。父王，
3年了，你每年冬天都说再等等，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？3年了，镇北侯再没出现过。他要是活着，早就回来了。一个守了10年国门的人，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烽火塔被我们烧了3次还不出面。今年开春，我派了3队斥候同时试探他的3座烽火台。第1座狼眼点了半个时辰才点起来，第2座狼眼点错了方向，第3座根本没点。如果是镇北侯手下的北辰军，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。那年我率众不攻他的烽火台，他一个人站在垛口上，戴着胡子面具。我射了他一箭，正中左肩，他把剑拔出来，以一敌千，率一支北辰军残部就将我的兵击退，还给我留下了这道疤。草原上的风刮了10年，从南边吹来的只有雪，没有凉。你们的妻儿在帐篷里挨饿，牛羊在雪地里冻死。那个挡了我们10年的那个男人，已经死了。明日落市之前，我要你们站上那座烽火台，把北坡拿下来。中原的米粮、金银、绸缎、女人，都是5等好男儿的赏赐。全军开拔！别睡，将军说了，匈奴人最擅长雪夜偷袭。将军？哪个将军？3年前那位早没了。你看今晚这雪下得那么大，匈奴人脑子坏了才会出来。等等，北边那排黑影是什么？野鹿呗，大半夜的还能是匈奴不成？敌军！二郎，怎么了？不好，烽火台点的是段旭烟，不是小股袭扰，是大队人马。匈奴人来犯。娘，收拾东西，带上小安、康昂，马上跟我走。去哪儿？树营后面的地堡，那边有城墙挡着。快！哥，我不用抱。废什么话，跟上！走。这个平时连正眼看我都不敢的人，这是第1次碰我。百夫长接二郎，我家里人先进去。季百夫长，快，里面还有位置。娘，千万别出来，等我回来。二郎，你的左肩还伤着呢。那点伤，不碍事。你小心点儿。大人，北面3个烽火塔都点了狼烟。赤汉回报，匈奴主力约2000人，正在往北坡突进，2个时辰之内到城下。2000人，本官手里有4000守兵，2000打4000，优势在我。大人高见。大人，我军虽然人数占优，但北坡城墙年久失修，3年前就没再加固过。若是据城而守，尚可一战；若是出城迎敌，恐怕……本官奉旨巡查边关，自然要替圣上分忧。我可不是镇北侯那个养寇词重的废物，3番2次的放任单于在草原无休止境的休养生息。今日单于送上门来，本官正好借这颗人头向陛下献上一份大礼。没了镇北侯，这北境照样有人守得住。大人三思，匈奴人擅长野战，我军骑兵数量不足，你再教本官打仗。季百夫长，你左肩有伤，本官就不让你出城了，带着你的人守好城门。若是城门丢了，你提头来见。是。我总觉得不对，大人，匈奴人明知道我们有4000守军，就派2000人来攻。匈奴人向来狂妄，想来也不过是一群游兵散弱。果然是一群乌合之众。传令，全军冲锋！
速受死！中计了，撤回城里！想撤没门儿！你不在下面待着，跑城墙上来做什么？快下去回地堡里！我看了，匈奴人是两面夹击，城门这边只有1000守军。要是镇北侯在的时候，匈奴人绝不会这么嚣张。他一个人就能让单于不敢越过那条线。可惜，喂，你干嘛去？解手。是你没死！镇北侯，你果然没死！镇北侯，是他，真的是他回来了！镇北侯回来救我们了！你不是他，他3年前就死了，你装不了他！大单于，4年前赤峰岭上那一刀，你莫不是已经忘了，还是说想再添一刀？稳住！都给我！镇北侯，今日风雪太大，本王不与你纠缠。等讨清了，我再回来收你的命。你是谁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拦住他！拦住镇北侯！他是朝廷钦犯！抓住他！聋了吗？抓住他！赵大人，刚才匈奴人攻城的时候，镇北侯大人刚救了我们，这样不太好吧？镇北侯，你给我等着！娘，我回来了。你去哪儿了？外面那些兵……我追逃兵去了，单于跑了，城防不能留匈奴残部在外面。追了半夜的逃兵。那你在追逃兵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一个戴银色面具的人？看到了。你看见他了，然后呢？他往哪儿去了？往西的方向去了，骑着马速度很快，我追不上。也是，他那种人谁追得上？脱衣裳，我给你换药。还有，你下次追逃兵多带些人。明明是个百夫长，还老一个人往山沟钻。你要是死了，那大娘、小安、康康他们怎么办？自己下来拿。举高。不是接住了吗？下次扔准点儿。你下来扔个准的试试。鸡二郎！哼！二郎这个月饷还没发，先拿1块吧。那不要了，大娘你用那块。2块都要，包起来。好，这就包。你月饷多少钱？我能不知道？别冲过。你里衣破了3个洞，昨天晾衣裳时看见了。磨完喝，凉了伤胃。你什么？没事。有话就说。你上次说的那个方子，穿山龙和威灵清，几钱配几钱？3比1。问这个干嘛？怕你走了没人给我熬。谁说要走了？再说了，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眷，还能走去哪儿？
真是块木头。你捞的？早上换哨的时候路过，这鱼有刺没？河鱼都有刺，那我不吃，卡嗓子。回去再说。没刺，好吃吧？二郎小时候跟他爹学捞鱼，把刺剔得干干净净。看我干什么？吃鱼。还行，不算难吃。大人，您找我。匈奴攻城那一夜，全营每个人的行踪都记了，每个人都有记录，除了一个人，那一夜他的轮值记录是空白的。谁？季二郎。大人，那天晚上战事太乱，可能漏记了。漏记？全营1700人，每个人都记了，唯独漏了他一个。大人，那天晚上季二郎确实在城楼上，末将亲眼看到他带人守南墙。什么时候看见的？匈奴人打到城门口之前，后来那个镇北戴银虎面具的人出现之后，季二郎就不见了。那个戴面具的出现之后，他就不见了。你说他能去哪儿了？他说追逃兵去了，天亮才回来。哼哼，那一夜匈奴是溃退的，逃兵往西跑了不到2里地就被我们的巡逻队堵回来了。他追什么逃兵？追了半夜。那一夜，一个戴银虎面具的在城门口吓退了单于，一个叫季二郎的半夜离营不知去向，天亮才回来。大人，您是怀疑季二郎是镇北侯？就那个废物也配？我是怀疑季二郎知道镇北侯在哪，甚至他根本就是镇北侯留在边关的接应人。那您打算怎么办？我自有办法让他露馅儿。明天开始派2个人轮班盯住季家，他外出去了哪里，见了什么人，全记下来。是。巷口有人，2个，下午就来了。赵峰的人。他盯你干什么？不知道。水来将挡，兵来土掩吧。3天，他每天劈柴、挑水、操练、吃饭、睡觉，什么都没做。大人，季二郎这3天确实没有异常。他越正常越不对。把告示贴出去，全营百夫长以上3日后教场比武，输的人当场开除军籍，逐出军营，赢的人升千户。大人，这规矩太狠了，边关的百夫长都是拿命换的军籍。再加一行，不来的和认输的按逃兵处置，就地革职。我倒要看看他季二郎还藏不藏得住。他娘的，输了的开除军籍，这是逼我们玩命！告示贴出来了，全营百夫长以上必须参加。输的人开除军籍，你如果输了，小安他们……我不会输。季老二排第3场，你们猜他几招下来？几招？别被人家1招打下来就不错了。上次赵大人3刀就把他打跪了，你们忘了？他那天晚上城门口是威风，可那是戴着面具唬人的。比武台上真刀真枪，他那左肩抬都抬不起来，怎么打？输定了，军籍都保不住。可惜了，他家里还有4口人要他养呢。第3场，百夫长季二郎对百夫长赵大虎。季老二，对不住了，我家里还有爹妈要养，全靠这身军籍吃饭。你今天输也得输，
赢也得输。大虎，把他左肩卸了。季老二，跪得快一点，别让人家费劲儿。哈哈哈哈哈！就这。他躲得还挺快。哼，光躲有什么用？打不赢一样要滚蛋。行，你小子藏得挺深。他刚才那几下，你们看清了吗？看清了，刀背打脚踝那一招我见过一次，镇北侯的战报里画过。那个木头什么时候会这种招了？他刚才那3招每一步都算好了，赵大虎冲多快，刀落多猛，重心在哪，他全算准了。这不是一个废了左剑的人该有的判断力。大人是说他在藏？第2轮他抽到谁了？您的亲兵队长。好，第2轮我看他能藏多少。那个京城来的高手，完了，那人刀法狠着呢。听说在京城的时候，一刀把一个刺客的胳膊削下来了。我刚才还笑季老二，他第1轮赢了大虎，算他运气好。这一轮遇到亲兵队长，他左肩那个伤，人家肯定冲着那儿打。这一轮也不能输啊！赵大人说了，你左肩有伤，我不打你伤处。你刚才说不打人伤处的。你左肩抬不起来，对不对？第3刀我刺你肩颈，你拿什么打？你那个反手横磕，你输了。你看见了吗？他刚才那个身法，他一直在藏，他一直都在藏。他那一下反手横磕，我爹的笔记里画过，镇北侯在赤峰岭之后自创的，全北辰军只有1个人会，他怎么会？他刚才那个身法不是百夫长该会。明天决赛之前把规则改了，加一条，本官可以临时上台检验。大人，您要亲自下场？我亲自验的。那个千户，我在凉州见过他操练，一刀能劈断2寸厚的木桩。季老二能赢吗？他前2轮都赢了，可那是百夫长，这可是千户。季二郎胜千户。按规矩，本官可以临时上台检验任何参选者的真实水平。来人，换一把开过锋的刀。季千户，让本官验验你的真功夫。你前2轮藏得够好，现在当着全营的面儿，你再藏给我看看。
他刚才那一震，把赵峰的刀震偏了。那个力道，我爹说，那个力道只有一个人能做到。季二郎升千户，明日来我帐中交接军务。季千户，从今天起，你住这儿，吃住都在中军营。出营要报备，回来要销假。是，这是中军营的轮值表，你熟悉一下。是。季二郎，你左肩那伤，前天我刺的那一下，没事吧？没事，皮外伤。那就好，毕竟你是靠左肩吃饭的人。对了，中军营每天早上卯值点卯，你如果迟了，我有权革你的职。革职？那就革吧。他刚才看名册的时候，翻了6页才翻到最后1页。正常人翻名册只看自己那一行，他把整本都看了。大人是说，他把中军营所有人的名字和轮值时间都记了。3年前在北辰军培养出来的习惯，改不了了。他是镇北侯带出来的人，这一点我确定。那您打算怎么做？把鱼放进水缸里，鱼才会游。我要看看他在中军营里游向谁。姑娘，二郎搬去中军营了，你一个人睡不睡得着？我一个人睡了20年了，大娘，没事儿。我看你白天老往巷口看，我在看巷口那2个人还在不在？赵峰的人。姑娘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二郎他到底是什么人？大娘觉得他是什么人？他端碗，但这个姿势，他走路的声音，他半夜醒来的样子，跟我那死去的男人一模一样。大娘，那个男人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是镇北侯帐下的人，打赤帮岭那场仗没回来。大人，他带队的手法跟咱们不一样。哪儿不一样？咱们操练是先站再走再跑，他上来就让跑，跑完了再站。队伍散了，他一句话不骂，站到队伍前面等着，那些人自己就站回去了。北辰军的路子靠的是规矩立在那里，不是靠嘴骂。到！季前户带兵有一套，明天起，中军营的夜巡归你管。是。夜巡好好看，别让什么不该进来的人混进来了。是。将军，赵峰今晚不在营里，去凉州接人了，后半夜才回来。接什么人？京城来的信使，带了一卷密卷。密卷查他身份的。将军，如果赵峰拿到了他的真实身份，明天有时城西废磨坊，我把密卷结了。是。反手横磕，他在擂台上用的就是这招。我爹连力道都写出来了，可全北辰军只有1个人会用，他怎么会？如果他真的是那个人，那他这3年是怎么过来的？东西留下，人走。你是谁？这是赵大人的东西。还不快滚！有人捡密线！季前户，您在这儿做什么？茶叶，茶叶查到城西废磨坊来了。季千户，赵大人说您今晚不该出营。都追！他拿了赵大人的东西。姓名江书涵，籍贯京城，父宁王江衍，身份永宁郡主。批注：宁王谋逆案从犯眷属，发配边关陪郡。季千户，赵大人有请，请您现在过去。来了。季千户，这么晚了，去哪儿了？茶叶，
城西那片有几户民宅没锁门，我去看了。城西，我的人说看见你从废帽房出来。废帽房也在城西，顺路看了一眼。哼，季千户，我今晚从京城来了点东西，你猜是什么？猜不到。不着急，明天你就知道了。诸位，今日本官有一件事要宣布。3年前，宁王谋逆，何府抄斩，宁王之女永宁郡主被发配边关配军。这位永宁郡主就藏在你们中间。3年前从京城来的那批罪卷里，有一个人身份是假的，他就是永宁郡主江书涵。赵大人，她是配给我的，按照圣旨，配军女眷入军籍之后，身份归边关管辖。您从京城调卷宗不合规矩，你这是在替一个罪分之女说话。我在说规矩，圣旨上写的是配与戍边将士为妻，入军籍，永镇边塞。他入了我的军籍，就是边关的人。赵大人想动他，先革我的职。回家。你刚才当着全营的面说我是你军籍上的人，以后赵峰如果查你，他已经在查我了，多一件事不多。走吧，回去做饭。今天他替那个女人出头的时候，眼睛里有杀气。他一个百夫卫出身的千户，为了一个配来的女人，敢当众跟我顶，这不是一个普通军汉会做的事。大人是说他在保护他，一个镇北侯留在边关的接应人，为什么要拼了命保护一个宁王的女儿？只有一个理由，他知道镇北侯在哪儿。明天把他调到西墙去修墙，单独去，然后带人去搜他的千户房。我要找一样东西。找什么？面具。你今天在台上说的那番话，你想过后果吗？想过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说？因为说了，他暂时不敢动你；不说，他今晚就会把你关进地牢。他的卷宗里写得很清楚，你是宁王之女，留着你是为了调我出来。我不上钩，他就会拿你当饵。那你今晚当我面把卷宗截了，你暴露了。暴露就暴露了，总不能看着你被关进去。季二郎，你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该做的事，也为了该护的人。大人，没有。继续翻。赵大人说要找一样东西。没有。赵大人猜错了。这箭不是普通匈奴兵射的，距离太近，角度太刁，箭头入骨的方向是斜的，只有近距离齐射才能射成这样。我爹的笔记里写过，赤峰岭那一夜，镇北侯左肩中箭，箭头入骨1寸3分，斜向，跟你这个一模一样。季二郎，你不用回答我，你只要听我说。我爹的笔记里还写着，镇北侯中箭之后，用右手拔的剑，用左手反握刀柄，继续打了2个时辰。反手横磕就是从那时候练出来的。你那天在校场上用的那一招，跟他用的一模一样。你还不打算告诉我吗？快了，再给我几天。我等你，但我快等不住了。快了。大人，千户房什么都没搜到。什么都没收到？皮甲、楚鞋、名册、佩刀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最大的破绽。一个在边关住了3年的人，连一样旧物都没有，没有信，没有家书，没有兵符，没有令牌，干干净净的像刚搬进来。他是在等什么？等有人来搜，还是他根本就没打算住久？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，他不是镇北侯的接应人，他就是镇北侯本人。
一个接应人不会把屋子清得那么干净，只有随时准备跑的人才会那样。季二郎，季千户，还是说，我该叫你季凌云？3年前镇北侯劫囚脱逃，隐姓埋名藏在边关，左肩有旧剑伤，会使反手横柯，对北辰军阵型了如指掌。你说这世上能有这么请事儿？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北辰军的虎头烙，只有一个人有。赵峰，你找了我3年，我就在这儿。是你，一直都是你。你承认了镇北侯季凌云抗旨劫囚，隐姓埋名3年，你认了？我认了。然后呢？你要当着全营的面杀我，还是把我押回京城交给景帝？赵峰，你想想，景帝为什么让你来查我？他如果真想杀我，3年前在太庙献俘就该杀。他让你来，是因为他想找到我手里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赵大人，你从京城带了300人来抓我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300人里有多少是真正愿意为景帝卖命的？我在北境守了10年，匈奴人没踏进过这道城墙。你们中间有谁的父母妻儿是我护下来的？拿下！谁敢抗命，以同党论处！拿下他！赤峰岭活下来的人身上都有这个烙印。3年前那场仗，我带了12000人出关，回来的时候只剩3000。将军，我以为您死了。将军，马在西门，现在走。赵峰，你回去告诉景帝，我要的东西一直都在，让他把脖子洗干净了动。他走了，走了。姑娘，这3年委屈你了。父王，边关传来的消息，那个人露面了。3天前在校场，当着全营的面摘了面具。他叫纪凌云，镇北侯。3年，他装了3年。父王，现在他身份暴露了，景帝的人也在抓他，我们是不是什么？趁他两面受敌的时候杀回去？正是。他现在没有他北辰军，没有官职，手里只有几10个人。景帝要他的命，我们要他的头，两边夹击，他必死无疑。传令下去，3天后集合各部落骑兵5000人，我要亲自去北坡城。父王，您亲自去？这刀疤是他留的，3年了，我等这一天等了3年。他活着1天，草原上的狼就抬不起头。这一次，我要亲手砍下他的头，挂在城门口。将军，我们往哪儿去？往北，去烽火台。那里有一条老路能绕到草原腹地。草原？将军，匈奴人现在倾巢而出，我们往草原走是送死。匈奴人倾巢而出，草原上就空了，他们的老营、粮草、妇孺都在后面。我去烧他的后院，他自然会回防，北坡城就保住了。将军，您这3年第一次露脸，就为了保那座城？那座城里住着我娘、我妹妹、弟弟，还有他在。
你走的时候没带我，我自己来的。这里危险，你回去。回去？回哪儿去？季家就剩我一个人了。大娘和小安他们被沈月的人送走了，你猜我知不知道他们去了哪儿？你告诉我，你左肩的伤是谁治的？你身上的烙痕是谁帮你敷的药？你每天吃的饭是谁做的？你现在跟我说让我回去？这里马上要打仗了。我知道。那你还不走？我不走。你欠我一个解释。3年了，你欠了我3年。好，等打完这一仗，我给你解释。你那虎头烙是什么时候烙的？赤凤岭打完仗的第2天，活下来的人每人烙了一个。北辰军的人说，这辈子不管走到哪儿，烙了印就是北辰军的人。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早告诉你就要跟我一起担这个风险。赵峰查我3年，如果他知道你知道，你活不到现在。那你现在为什么又告诉我了？因为瞒不住了，也因为不想让你再骂我是木头了。你本来就是木头。将军，看清楚了，粮草堆在东侧3个帐篷后面，没有多少守卫。牛羊圈在西侧，大约200头。点火，先烧粮草，再赶牛羊，把动静闹大。是。撤，往北走，让他们以为我们去了更深处。大人，匈奴单于亲率5000骑兵，已经过了白河，距离北坡城不到100里。5000？他哪来的5000人？草原各部落都来了，倾巢而出。镇北侯露了面，单于坐不住了。大人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关城门，让纪凌云和单于在外面打，打完了谁赢都不重要，死的那个就是景帝要的答案。将军，他们追得紧，我们只有13个人，硬打打不过。谁说要硬打？冰面这么薄，马蹄踩中了就裂，让他们自己踩进河里。将军，你要在冰面上设伏。你把咱们的人分成2组，一组在河对岸举火把，另一组在树林里等着。等他们踩上薄冰，你们就从2侧杀出来。是。追！他们跑不远了。走，趁他们乱，绕回北坡城。开门，我要进去。镇北侯，单于在后面追你吧，你就在外面等着，等你们俩打完了，本官再开门收尸。赵峰，你知道单于为什么来吗？因为他听说我露面了，他以为我还是3年前那个镇北侯。他现在带了5000人，等你关着城门缩在城里，他打完我就会掉头攻城。你觉得你这破城门挡得住5000个一心要报仇的匈奴人？你在吓唬我！走，绕到东墙去，那儿城墙矮，我自己翻进去。让他进来，开西门。你进来也没用，我的兵不会听你的，我不需要你的兵听我的，我需要你把北坡城的地形图给我。
要地形图干什么？单于的5000人里面有3000是骑兵，2000是部族。骑兵擅长野战，部族擅长攻城。他唯一的弱点，途径线配。从草原到北坡城300里路，粮草全靠马驮。我烧了他老营的粮草堆，他前锋队现在连干粮都不够吃。如果我能在白河上游再断他一次水源，他最多撑3天。我不是在帮你，我是在帮你保住这座城，保住你手里的兵。如果北坡城破了，你回京城也是死罪。景帝不会听你解释的。给你3天，3天之后如果匈奴没退，你的命还是我的。3天够了。你怎么还在？我把大娘他们安顿好了，地堡最里面那间有人守着，然后我就出来找你了。你这一晚上找了几个地方？3个，烽火台、西门、东墙。我猜到你会从西门回来。以后别等我了。我等你等了3年，不差这1个晚上。将军，这里就是上游，只要把上游的水引到旁边的沟里，下游3天之内水位会下降1半。你带5个人在这边凿石，把水往西侧引，我带人去东侧，造一条临时水坝。是。什么人？镇北侯末将张衡，原北辰军左营先锋，赤峰岭之后流落草原，一直打听您的下落。昨夜烽火台传出来的消息，您回来了。左营先锋张衡，赤峰岭夜袭时带人攻了单于的右翼，那一仗不死的人都该活着。将军，末将等了3年，终于等到您了。起来，既然回来了，就去干活。白河上游的水，今天天黑以前得断。是。大单于上游被人截了水，前锋队不少人掉进冰窟窿里，剩下的人连口热汤都喝不上。镇北侯，他在上楼动了手脚，他算准了我们会追过来，算准了我们缺粮缺水，他要把我们困在这条河边。大单于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撤回去？撤！我带了5000人出来，连他的脸都没摸到就撤回去。草原上的狼以后还怎么抬头？不撤，给我扎营，派人去找水源。明天天亮之前找不到水，你们全给本王砍了。单于现在被断在水源上，他没有水，最多再撑2天。如果他选择攻城，一定是走东面，东墙最矮，去年修补过的地方还没干透。王千户，你带100人守东墙，多备火油。是。赵大人，你的300牵兵别放在城墙上，放在城内巷口。如果匈奴人破墙进来，让他们向导。你倒是会使唤人，你的兵听谁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能活着回家。如果北坡城破了，你的300牵兵比边军更挡不住匈奴的弯刀。大人，他说的有道理，东墙确实最毛。就按他说的办。姐姐，哥哥什么时候回来？快了，他在外面守城，守完了就回来。我不怕，我哥是镇北侯。姑娘，你说他一个人在外面扛得住吗？扛得住。他是镇北侯，他连赤峰岭都扛过来了。滴血！火油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。走！准备迎敌。镇北侯，你下来！你上来！将军，东面顶不住了，您先撤吧。后面是巷口，再后面是地堡，我娘就在地下室里。
那就杀！城门被破，快回防！不好！别管他，冲进去！纪凌云，城破了，你人呢？在这儿。镇北侯，我等了你3年，今天我要把你的头挂上城门。3年前你脸上那一刀好像养得不错，你今天会后悔没砍深一点。你的左肩不行了，对不对？3年前我射的那一箭，到现在还没好透，够杀你！ 3年前你能活着离开赤芳岭，是因为我让你走。今天你没这个机会了。你输了，你杀了我，草原上还会有下一个单于，你杀不完。我不杀你。 我让你活着回草原，你回去告诉所有人，镇北侯没死，北辰军没散，北境这道城墙，你们永远踏不过来。单于退了，你的命 还是我的，赵峰，你觉得你现在抓得住我吗？任北侯，你赢了，今天我不抓你，但京城那边你自己去交代。谁？是我，开门。你还能走吗？走不动了。你手抖了？没抖。抖了。你答应过我的事， 还记得吗？什么？你说过，等打完仗，要告诉你我是谁。现在仗打完了，我知道你是谁。3个月前你在井台旁边磨刀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了。那你怎么不早说？我在等你亲口告诉我。我是纪凌云，镇北侯。3年前被押去京城砍头，半路跑了，在边关藏了3年，装了3年的废物。我知道。 我还欠你一句话，那3年，谢谢你。景帝知道了，边关的事他全知道了。大人，圣上怎么说？ 密旨，让我把纪凌云押回京城，活的，他要亲自审。大人，您打算照办？不照办就是抗旨。照办了，纪凌云到了京城，景帝会不会杀他？不一定。景帝要是问出他想要的东西，回头第一个杀的就是我。那您打算先让他走，让他自己心惊。我写一封奏折，说他畏罪潜逃，我没有抓到他，景帝的怒火就不会落在我头上。 赵峰今天派人送了一封信来，
他说什么？说你畏罪潜逃，他已经上报京城了，让你自己看着办。他是在给我留活路。如果他现在就把我捆了送京城，景帝问出他想要的东西，赵峰也活不了。那你要去京城？我欠景帝一个交代，也欠北辰军那些死去的袍一个交代。你去了可能回不来。我会回来，你把药熬好了等我。将军，京城那边咱们的人不多，景帝手里有御林军，3万。不是去打仗的，是去谈条件的。将军，您手里有什么条件？3年前劫囚的时候，我的人从御书房顺了一卷东西，景帝登基的秘密，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的那些事。赵峰，你让纪凌云自己进了京。臣无能，边关匈奴来犯，臣分身乏术，让镇北侯趁乱脱身，臣有罪。陛下，那臣该怎么办？让他来见朕，他带那卷东西来，朕可以免他死罪。他如果不带，朕就让他死在京城城门口。将军，景帝的人已经盯上我们了，楼下2个，对面屋顶1个。让他盯。明天一早，我去宫门口。镇北侯纪凌云，圣人口谕，跪。我不跪，我手里有他要的东西，他想要，就自己出来见我。你疯了！你只要站在这里超过1刻钟，就会被射成筛子。那就让他们射。我死了，那卷帛书的下落就永远没人知道了。你回去告诉景帝，他自己知道那上面写的是什么。纪凌云，你手里有什么？3年前御书房丢的那卷东西，你登基之前先帝留下的遗诏，那上面写的是皇位本该传给宁王，你篡的位。你拿这个来要挟朕？我不是来要挟你的，我是来跟你谈条件的。什么条件？1. 撤销宁王谋逆案；2. 恢复处的封号；3. 让我回北京。那卷东西我当着你的面烧了，永远不会有人知道。你为了一个女人拿一整个江山来换？我守了10年江山，不欠你的，我只欠他一条命。进来谈。帛书拿来。你先下旨：1. 宁王案平反；2. 永宁郡主恢复封号；3. 我回北京。朕怎么知道这卷东西是真的？先帝的私印，只有你和他知道这个印章长什么样。赵峰，你认得的。是真的。朕可以下旨，但你得留在京城3个月。3个月之后，朕放你回北应。为什么是3个月？3个月足够朕确认的东西没有抄本。3个月之后，朕亲自派人送你出京。将军，3个月变数太大。如果景帝在这3个月里反悔，他不会反悔。他这个人最怕的就是名声。如果杀了我，朝野都知道他篡位的事儿，他会让我活着离开京城，然后派人半路截杀。那我们这3个月怎么办？这3个月我要去见一个人。谁？宁王府旧部，当年跟着宁王的那些人，他们散了3年，该回来了。镇北侯，老朽陈渊，原宁王府幕僚。听说您来京城，我们几个老家伙等了3天。宁王出事之后，我们散的散，藏的藏，没死的人都在等这一天。宁王的案子，景帝已经答应平反，但永宁郡主的封号还没正式下旨。我需要你们帮我做一件事。您说，宁王的事就是我们的事。3个月后，景帝会放我回北京，但他一定会在路上设伏。
我需要你们在这3个月里把这条路线散出去，3条假路，1条真路。假路上安排人走，要让景地的人以为我走了那几条；真路上不要人。这是老路，地图上没标。3年前劫囚之后，我走过一次，路窄难走，但沿途有村子可以换马。景地的人不知道这条路。将军，假路上的人谁去走？我们都是老骨头了，走不动远路。不用走远，每条假路走30里，天亮出发，天黑前在路边驿站露个脸，让驿站的人记住你们的脸就行。景地的眼线都在驿站里。那您自己走真路，一个人？一个人走反而安全，人多了马多了。路边的人就会多看2眼。将军，您这一路上如果遇到伏击，我不会让北辰军的最后一个人死在路上。散了吧，3天之后按图行事。北坡来的信，驿站的人今早送到的，用了加急。赵峰今晚派人来了一趟，他说什么了？没说话，站了1刻钟走了，但走的时候在客栈门口丢了一样东西。赵峰在市井，他为什么要帮您？如果我死在景帝的伏兵手里，景帝下一个要灭口的就是赵峰，他知道的太多了。楼下还有2个人，穿便衣的，蹲在对面的屋檐下面。景帝的人，他们已经盯上我了。那您3天之后还要出城？3天之后照常出城，让他们盯着。盯着的人越多，我走的时候，他们越相信我会走错路。等我回去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镇北侯纪凌云3年守边有功，今免其死罪，准其回北境。永宁郡主江书和，宁王案经复杀实为冤案，今平反，恢复封号。京城到北坡有7条路，西3条路有人埋伏，东2条路有人查，南面不通。你只有2条路能走，北面那条，他们猜你会走。谢了。北面条，他们猜你会走。药熬好了，等你回来喝。开城门，将军回来了。是季将军，季将军回来了。你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哥，你回来了，你走了好久。不走了。进来吧，药熬好了，刚好能喝。比上次的苦，嫌苦就别喝。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宁王谋逆案，经查实为诬告，今予以平反。宁王之女江淑涵恢复永宁郡主封号。然先帝遗王本属宁王一脉，今朕私至先帝遗命，愿退位让贤。永宁郡主继位，国号。你不跪我吗？不跪，我跪了3年边关的风雪，膝盖弯不下去了。那你陪我回北坡吧，这边太吵了，我住不惯。北坡的雪比京城大，路也不好走。你熬药的手艺学得怎么样了？还不会，你教。那就走吧。北坡的风雪，我等你等了3年，已经习惯了。